天上圣母，妈祖，传说及由来。上，妈祖，全称天上圣母，又称天后、天妃等，是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广受崇拜的海神。尤其是华人社群中，她被视为海上守护者和庇佑航行安全的女神。妈祖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时期，而随着华人移民的扩散，她的信仰遍及全球。妈祖的传说充满神秘色彩，她以慈悲、勇敢、无私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无数海上和沿海人群心中敬仰的圣母。以下将详细描述妈祖的传说起源、信仰演变、她的崇拜形式以及对华人文化的深远影响。妈祖信仰的核心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林默娘。据传，林默娘出生于宋代福建莆田湄洲岛，今称湄洲岛。她生于960年，卒于987年，享年仅27岁。最早的文献记载，南宋廖鹏飞的《圣敦祖庙重建顺记妙记》是现存关于妈祖最早的文献，记载了妈祖是一个具有巫术能力的女性，能预知人祸福。林默娘自小聪慧过人，能通灵且善于观察天象，特别是在预测海上风暴和救助海难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林默娘的传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她年轻时常站在海边，通过冥想观察海上的情势，并且能在船只遇险时施展神力拯救遇难的渔民和船只。她的慈悲和灵异能力令她在当地备受尊敬。据说，林默娘在一次为救助海上遇难者时，英勇牺牲，随即升天，成为掌管海上安全的神奇。随着她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当地人开始将她神格化，并建立庙宇祭祀。关于妈祖的传说众多，其中一些故事强调了她的神异能力和无私精神。铁板桥救父，这是妈祖最为人熟知的神迹之一。传说，妈祖本名林默娘，自小就有灵异之力，能观察天象并预测风暴。一次，她的父亲和兄长出海打鱼，突遇海上风暴，船只陷入险境。林默娘在家中织布，突然进入冥想状态，精神化身前往海上，拖住父亲和兄长的船只，救助他们脱离险境。然而，在他快要将船引回岸边时，母亲担心林默娘的情况，惊喊她的名字。林默娘被惊醒，无法完成救援，最终导致兄长丧生，但他的父亲得以幸免。这个神迹展现了妈祖对家人的爱、灵力的强大，以及她面对拯救生命的无私奉献。妈祖的另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迹是她能够驾驭风浪，保护船只安全。据说，妈祖经常在海边冥想，当她感知到船只面临风暴危险时，便会现身大海，平息风浪，拯救受困的船只和渔民。许多船员在风暴中看到一位身着红衣的女子，凌空站立于波涛之上，引导他们安全回港。事后确认该女子就是妈祖。这种神迹展示了妈祖保护海上航行者的慈悲和力量，并强化了她作为海神的崇高地位。传说中，妈祖不仅能救助船只，还能驱逐海中的恶龙。据说，有一条恶龙作乱，兴风作浪，威胁当地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妈祖骑着巨大的鲸鱼来到海上，与恶龙展开激战，最终成功降服了恶龙，将其驱逐出当地海域。自此，海上风平浪静，
渔民们再也不受龙王的侵扰。这个故事强调了妈祖作为海洋守护者，保护民众免受自然灾害和邪恶力量侵害的神力。在历史上，妈祖的神迹不仅限于民间传说，还出现在军事和朝廷的记录中。南宋末年，朝廷的水师曾经遭遇强烈风暴，当时的将领对天祈祷，妈祖显灵，化身为一道神光，指引水师穿越风暴并平安返航。这一事件后，朝廷将妈祖奉为天妃，并开始以官方形式推崇她的信仰。这个神迹显示了妈祖不仅保护普通百姓，也护佑国家和军队的安全，进一步巩固了她在中国信仰中的崇高地位。妈祖信仰广泛，许多信众佩戴她的平安符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传说，有一位渔民在出海时突遇大风暴，眼看船只即将沉没，他突然想起自己携带的妈祖平安符，便紧握平安符祈求庇佑。很快，风暴奇迹般的平息，渔民顺利返回岸边。这位渔民认为是妈祖显灵救了他，于是他将这个神迹广为传颂。这类神迹故事展示了妈祖在信徒日常生活中的灵验，并强化了他在民间信仰中的深刻影响。除了掌管海上航行安全，妈祖还被认为能保护家庭，特别是护佑产妇和婴儿的安全。据说，有一位孕妇临产时，因难产而陷入危险，家人立即前往妈祖庙祈求保佑。不久后，孕妇顺利产下健康的婴儿。这件事被认为是妈祖的慈悲庇佑，随后在当地传为佳话。越来越多的产妇和家庭开始向妈祖祈求顺利生育。这个神迹显示了妈祖作为母亲形象的慈爱和她在保护生命延续方面的重要角色。妈祖、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传说源自中国古代神话，这两位神灵通常被描绘为妈祖的左右护法，帮助她守护海上航行者，并施展神力拯救遇险的百姓。以下是关于妈祖与千里眼、顺风耳的传说和由来。千里眼和顺风耳原本是两位神怪，传说他们的本名分别为高明和高觉。千里眼、高明拥有能够看见千里之外事物的超凡视力，而顺风耳、高觉则能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他们因为各自的神力经常作恶，给百姓带来了不少麻烦，曾经为恶事打斗，制造混乱，甚至威胁渔民的安全。有一种说法是，千里眼和顺风耳在某次作恶后遇到了妈祖，当时妈祖已经成为一位慈悲且强大的女神，专门护佑海上航行者。千里眼和顺风耳试图挑战她的力量，但在与妈祖的对决中，他们发现自己无法与她抗衡。妈祖以慈悲为怀，并没有惩罚他们，反而用他的善心感化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令他们改邪归正，并愿意成为他的左右护法。从此，千里眼负责观察远方，帮助妈祖及时发现海上危机，而顺风耳则负责聆听远方的声音，尤其是遇险者的呼救，帮助妈祖拯救那些在海上遭遇困境的船只和渔民。他们成为妈祖的左右手，一同护卫海上的航行安全。在许多庙宇中，千里眼和顺风耳常常被描绘成高大的男性形象，站立在妈祖的两侧。千里眼的特征是红面，额上有第三只眼睛，象征他拥有超乎常人的视力，能够看见远方的景象。而顺风耳通常是绿面，耳朵特别大，
象征他敏锐的听觉，能听到远方的声音。这2位神灵经常被描绘为忠诚的护卫，与妈祖一起保护海上安全。信徒们相信他们的力量，特别是渔民和航海者会祈求他们的保佑，确保海上的航行顺利无虞。关于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传说中，最常见的故事是他们如何帮助妈祖拯救海上遇难的渔民或船只。有一次，海上风暴骤起，一艘船只陷入危险之中。顺风耳听到了船上人们的呼救声，而千里眼立刻看到了船只所在的方位。2位护法迅速通知妈祖，妈祖立即前往海上，驱散风暴，拯救了船上的人。这类故事在沿海地区广泛流传，并且每年有许多信徒会到妈祖庙祭拜，祈求千里眼和顺风耳协助妈祖保护他们在海上旅途的安全。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版本与千里眼、顺风耳和妈祖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关。据说，千里眼和顺风耳曾经同时爱上了妈祖，2人因争夺她的芳心而多次争斗，但妈祖心中只有护佑众生的慈悲，并不关注个人的感情。最终2人放弃了追求，甘愿追随在妈祖左右，成为他的忠实护法。这个故事在某些地方流传，用来象征忠诚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千里眼和顺风耳在现代的妈祖信仰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妈祖庙里，信徒常常会向他们祈求远见和智慧，帮助预见潜在的危机并做出正确的决策。此外，许多商人也会向千里眼和顺风耳祈祷，期望他们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帮助他们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千里眼和顺风耳作为妈祖的2位重要护法，在中国及台湾的妈祖信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最初的神怪到后来的忠实守护者，他们与妈祖之间的传说展现了人们对海上安全、智慧与庇佑的祈求。这些传说不仅丰富了妈祖信仰的文化内涵，也让信徒在面对海上危险或生活挑战时，感受到来自神灵的守护与庇佑。